欢迎收看本期的葫芦娃 TV。本期视频讲讲厄瓜多尔的中餐。中餐的推广离不开辛勤的广东人和香港人。最早，香港人早来到厄瓜多尔打下江山，带着广东的炒冷饭，这里叫炒拉饭。经过几十年的发展，提到中餐想到的就是七法，提到特色的就是炒拉饭。给厄瓜多尔人的印象就是中国人天天吃炒饭。不得不说，勤劳会改变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固有印象。提到餐饮行业也是如此。其实中国的餐饮博大精深，什么特色都有。但是因为七法的出现，它就代表着广东餐结合当地的一种产物，真的很棒。随着中餐的江山打下来，鱼龙混杂，什么情况就都有了。目前厄瓜多尔有上千家中餐，遍布整个厄瓜多尔，大到基多、瓜亚基尔，小到县级单位，都有很多中餐。真佩服中国人的迁徙能力。随着越来越多的七法成立，价格战的内卷就拉开了序幕。首先，我不是做中餐的，但是我能看到七法集中的地方价格直线下降，另外质量良莠不齐，很多人自己都不吃，但是却要卖给当地人，还被叫做鬼餐。中国人骂人的文化博大精深，古代就有东夷、西狄、南羌、北蛮的说法，其实大致就是把我们现在少数民族都骂了一遍。我在中国就是北蛮，所以当我听到鬼子、鬼餐的时候，不禁想到回子、老蒙古等中性带有一定侮辱性的词汇。建议大家平等的看待每一个人，互相平等也能生活得很好。即使你把全人类踩在脚下，也不见得你就幸福了。扯远了，说回来，由于大量的中国人自己内卷和降低产品质量，所以导致现在中餐一是竞争力下降，另一个问题就是导致劣币驱逐良币，市场生态更加恶化。大量的中国人现在已经不再开自己的七法，而是韩餐和日料。相信不久的将来，韩餐和日料的身价也会急转直下。针对这些问题，主要就是以下一些参考意见。第一，来厄瓜多尔如果想打快钱，无可厚非，但是这里是一个相对来讲慢吞吞的国家，而且人也比较念旧，开得越久的生意越好，所以建议中国人有长远的发展，做一个几十年的企业。中国那种短命的企业可能真的不适合这里。这里有几家老字号的餐饮，因为我没有收广告费，加上平台不让插播类似广告的字眼，我就不提名字了，做得很棒。即使七法口碑很不好，丝毫不会影响这些老字号的招牌店面，他们都有近50年的历史了，每天的营业额都在1万美金以上。第二是不要以次充好，厄瓜多尔的食材很便宜，我这里有很多朋友的经验就是，如果将菜品档次调低，尤其是食材方面，厄瓜多尔不会给你任何意见，只是他们不会再来了，真的以后都不会再来了，所以你自己掂量着办。第三方面是卫生，中餐的卫生大部分还是很好的，但是少数中餐真的很拉低档次。算了，我只是个旁观者，我就不叭叭了。总之部分中餐脏到令人呕吐。第四点是中餐的加班的确很多，毕竟中国人对金钱的痴迷远超其他民族。过年的时候问候语都是恭喜发财。我也是中国人，还是简单的给点建议，多享受生活，累坏了不值得。另外也给新移民点机会。第五点是菜系方面，中餐的菜系越来越当地化了，毕竟当地的菜系比较少，容易备餐，加上出餐时间快，成本低，利润高，这就是很多餐饮企业，尤其是那些资本力量不够的人，都会选择当地特点的中餐，而且已经几十年了，仍然那么几样。第六点是现在餐饮的确越开越大，如果有点想法的人可以选择开大一点的，或者弄一下自己的品牌。中国人有开连锁餐饮并且成功的先例，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。说了那么多问题，在厄瓜多尔开餐饮有哪些好处？第一，营业时间比国内短，其他国家的餐饮时间更短，中餐相对时间长，但是和国内比那就很短了。这里最长的营业时间也不到12个小时，每周都有休息日，还是很不错的。第二点是投资相对竞争力小，厄瓜多尔很多人都不如中国人，长着没有被欺负过的脸，最主要的是不怎么攒钱，所以让他们投资大的饭店真的很难，所以中国人可以捡漏。在这里中国人投资店面都很容易，
一般基座的店面300平米以上的也就$2000一个月，大概和中国的3、4线城市差不多，甚至还要略低一点。人工成本也不高，基本工资是$425。据我所知只有低于这个的，没有高于这个的。加上很多委内瑞拉难民在这里做廉价劳工，所以整体的成本比国内低出很多。第3点是菜价很贵，这里原材料成本很低，牛肉市场上$3.5一磅，批发价格会便宜更多，但是一份牛肉饭在$5到7一份，里面大概有100克左右的牛肉，所以利润真的很高很高。第4点是没有什么其他成本，在中国，工商、卫生、消防、城管、公安轮流问候你，隐形成本很高。而在这里，只要你满足基本条件，一瓶矿泉水都不会收你的。第5是税收也不高，厄瓜多尔的税率在12%左右，即使你按照规定缴税，你也会赚很多。当然，很多的中国人是不会交税的，具体原因你懂的。第6点是在这里比懒，只有中国人在比勤劳。只要你跑赢中国人就行了，中国人毕竟还很少。最后，经过我的走访得知，绝大多数的餐饮年收入都大于$5万，部分大的餐饮每年能达到几十万、上百万美金的利润。如果你也想在厄瓜多尔干餐饮，希望你找当地中餐好好了解一下，有人会给你宝贵意见。好了，本期葫芦娃 TV 就到这里，喜欢我视频的请订阅，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评论或私信我，我的邮件是大圣 TV@gmail.com， 我们下期再见。